乌军再起俄设施，叶卡捷琳堡重要工厂着火。俄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猛攻库拉基夫。美国为援乌的数十架 F-16提供各式导弹。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新军援，并对特朗普和俄罗斯发出警告。朝鲜可能正在扩大援俄武器的数量和种类。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继7月29日乌军41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6个地区后，7月30日乌军再次出动无人机、导弹对俄油库、武器工厂展开袭击。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称，7月30日晚，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沃季村的43号后勤中心遭受打击并发生火灾。乌总参指出，更详细的战果正在澄清中，俄罗斯当局目前也尚未作出回应。此外，据库尔斯克州代州长奥莱克西·斯米尔诺夫表示，7月30日凌晨时分，俄防空系统还在该地区上空击落了4枚来袭的乌克兰导弹。X 平台博主也发布视频称，乌军还成功打击了位于叶卡捷琳堡的控制系统和无线电电子设备生产车间。总之，乌克兰正用无人机不断消耗俄罗斯的资源，加速战争结束。回到前线战场，在库拉西夫方向，俄军像上周一样，于30日凌晨动用57辆装甲车辆，再次发动了大规模机械化进攻，结果遭到乌军第33独立机械化旅与第207领土防御营的联合打击。俄军在这里损失48名士兵，6架2辆步战车、3辆装甲运兵车、1辆摩托车，以及至少8架无人机后狼狈撤退。在临近的库拉霍沃和马林卡方向，俄军进攻同样遭受重创。前者库拉霍沃由乌军第79旅镇守，于30日战斗中摧毁了俄军12辆装甲车、8辆坦克、9辆摩托车，并造成68名俄军伤亡。后者马林卡方向，俄军从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北部向南部的乌军阵地发动机械化进攻，结果被乌军第59旅使用地雷、反坦克导弹以及远程火力逐一打爆。俄军在留下2辆坦克残骸以及不明数量人员后仓皇逃离。不过，俄军的攻势远非如此简单。据 ISW 消息称，为了进一步拔出乌军据点，俄军第57摩托化步兵旅正沿着科斯季扬蒂尼夫卡到弗勒达的高速公路向沿途的乌军阵地和部队开火。其中，在科斯季扬蒂尼夫卡村，乌军于30日战斗中便击退了俄军2次装甲袭击。俄军的目的是想在彻底拉平红军村一带战线的同时，持续向乌军后勤路线靠近。视线往北走，在恰索菲亚尔方向，尽管俄军在这里部署了重兵集团，但该战场战线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在30日战斗中，乌军第5独立突击旅的步兵还搭配 T-80BV 坦克，还对该地北翼俄第200海步旅的阵地发起了反攻。据火力军所搜寻的绝大部分信息显示，负责正面攻坚的俄军主力与南翼俄军各部队被牢牢地阻挡在运河以东。但也有一小部分信息显示，俄军已经越过卡利尼夫卡南部森林的运河，并在运河西岸的若夫特涅夫区的几所房屋建立了一个初步据点。目前该说法尚未得到证实。要知道，在此之前，俄军第11空突旅曾在一段干枯河床上有所突破，但缺口很快被乌军反攻堵住了。这一次是否真的在东面取得了突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在托列茨克方向，俄军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止。俄军沿纽约村、舒梅、皮夫登内方向推进，乌军则持续阻击，且双方均投入了增援部队。在过去48小时时间里，俄军不惜代价扩大了其在扎利兹涅的控制区。俄国防部更是声称，俄军占领了皮夫登内。对此，有分析认为，这里的口袋很快就会关闭，希望乌克兰能立即撤离，保留实力。但火力军并不这么看。要知道，在过去几天，乌军已在南翼纽约村方向实施了局部反攻，并将俄军向后推了几百米。俄军合围的口子并无法关上。大家认为乌军该不该从这里撤离呢？至于其他战线，沃夫昌斯克方向，由于乌军的持续攻击，俄军已经放弃了该镇南部的阵地。目前，乌军42旅的士兵和坦克正沿着沃夫昌斯克中部的索伯纳大街东北方向斯涅博瓦大街向前推进，双方以巷战的方式争夺每一寸阵地。赫尔松方向，乌军已撤出了左岸的克林基桥头堡，但依然在左岸保持着军事存在。在30日战斗中，乌军使用无人机和米格29战机对俄军换防的小队和阵地实施了精准打击，俄军损失惨重。先来看看美国援乌17亿美元的详情。
7月29日，美国宣布通过总统削减预算授权计划，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军事援助，同时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军事援助。两项计划合计援助17亿美元，内容包括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炮弹药以及反坦克武器、炮弹等。7月29日当天，美国乌克兰经济复苏事务特别代表佩尼·普列茨克访问乌克兰时称，预计还有39亿美元的援助将在未来几周拨付乌克兰。近2个月以来，美国援助次数和体量有了明显增加。若算上此前的援助，其此前承诺的610亿美元援助，目前仅使用了一半。火力军相信，在接下来几个月，拜登会持续加大对乌军援，来为哈里斯竞选创造良好条件。此外，美国还将为乌军 F-16 提供所需的导弹和炸弹。据悉，虽然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等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大量 F-16 战机，但这些战机的关键武器来源依旧是一个问题。许多欧洲国家并不愿将其有限的空射弹药援助给乌克兰。为此，盟国提出了一个被美国称为快速启动的解决方案，即欧洲国家筹钱从美国购买空射武器，然后运往乌克兰。现在该方案有了新进展。据《华尔街日报》30日的报道，美国将为运交乌克兰的数十架 F-16 战机提供各种导弹和炸弹精确导引套件，以满足乌克兰最迫切的需求。具体武器型号包括但不限于 AM-120C8 中程空空导弹、AM-9X 短程空空导弹以及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等。目前虽尚不清楚具体何时开始交付，但火力军大胆预测会在大选之前。根据德国政府网站上一份更新的交付乌克兰的军事装备清单显示，德国将与丹麦合作，向乌克兰交付了8辆带备件的豹一 A5 坦克，自己单独交付 2.1 万枚猎豹式防空坦克弹药、10艘无人艇、2辆 BPZ-2 装甲救援车、10部地面雷达、24800顶防护头盔以及一个野战医院。据悉，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总价值约28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给乌克兰新军援的同时，德国外长贝勒伯克公开表示，如果特朗普无视乌克兰的利益，妄想以牺牲乌克兰的土地来结束俄乌冲突，那不仅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也会失去欧洲的支持。他强调，乌克兰不应该成为牺牲品。此外，德国还对俄罗斯的威胁做出了正式回应。此前，美国表示希望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德国总理舒尔茨对此称，俄罗斯只有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争，才能阻止美国部署导弹。同时，他还称，在德国领土部署美国导弹将起到威慑作用，确保德国不会遭遇袭击。而在7月28日的俄罗斯海军节上，普京强调，如果美国导弹部署在德国，这些导弹将在10分钟内飞抵俄罗斯的重要目标。于是，普京再次发出威胁称，俄罗斯将考虑不再暂停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继续为其舰队配备高超音速导弹。对此，法新社援引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会被普京的言论吓到。同时指出，俄罗斯多年来不断武装自己，并在欧洲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德国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如今的德国正越来越成为欧洲反俄的中坚力量。据防卫部落报道称，乌克兰空中侦察机在哈尔科夫和比尔格罗德边界的开阔地带发现了外形奇特的6轮装甲车，后经查证发现，那竟是朝鲜生产的火鸟4反坦克导弹系统。据悉，火鸟4是一种非视距导弹系统，类似于以色列的场丁。在朝鲜，其通常搭载在 M2010 6x6轮装甲车上，拥有一个包含8个导弹箱的开合式导弹库。所发射的导弹可能使用光电导引系统，并通过光纤电缆进行指令导引。操作员可以手动操作导弹绕过障碍物，攻击坦克和工事脆弱的顶部，射程大约在15到25公里之间。其曾多次出现在朝鲜阅兵式上。据战区援引乌克兰通报显示，火鸟4导弹系统似乎摧毁过乌克兰的英制自行火炮。在俄方今年3月份发布的视频中，英国援乌的 AS-90 榴弹炮被俄军使用了一种类似标枪反坦克导弹的攻顶弹药击毁。这种弹药速度相对较低，不同俄军以往使用的任何一种弹药。而这辆 AS-90 榴弹炮在被摧毁之时，距离前线约10公里，符合火鸟系列导弹的典型作战距离。对此，战区分析称，目前还不能确定朝鲜是否真的提供了火鸟4，但在此之前，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和炮弹。如果朝鲜真的向俄军提供了这种精导武器，这足以证明俄朝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7月31日，卫星图像显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在伊朗南部附近水域航行，距离伊朗布什尔市海岸约40海里。7月31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第3阶段非战略核力量演习开始。7月31日，针对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身亡事件，伊朗决定将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打击，来回应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的袭击事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色列与伊朗军力对比。目前，以色列国防军现役部队规模相对较小，但装备精良，总兵力63万人，其中现役部队18万人，预备役兵力45万人。反观伊朗就有些特殊了，拥有2套军队，依旧是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并且各自都发展了海陆空3军。伊朗目前总兵力97万人，其中伊朗正规军55万人，革命卫队12万人，治安部队30万人。另外，伊朗还号称有1260万人可以随时动员，其中300万人有基本战力。军费开支方面，以色列军费开支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 5%， 总计约为200亿美元，主要用于武器装备采购、研发以及人员培训。相较之下，伊朗军费开支就较低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总计约为140亿美元。陆军方面，以色列拥有3900余辆各型坦克，主力坦克为梅卡瓦系列，并装备5500余辆装甲车、300余门牵引式火炮、100多辆火箭炮系统以及60余辆自行火炮。伊朗方面拥有1600余辆坦克，主力坦克为 T72 系列，2160余辆装甲车以及3200余门火炮系统。显然，以色列的地面力量更强一些。海军方面，以色列拥有1艘海豚潜艇、2艘盖尔级潜艇、艾拉特护卫舰，另有31艘导弹艇、19艘巡逻艇以及5艘登陆艇。伊朗则是装备了3艘基洛级潜艇、3艘巴布尔级驱逐舰以及2艘巴彦多级轻型护卫舰，另有2艘导弹快艇、26艘海岸巡逻艇、7艘扫雷艇、11艘登陆艇以及25艘其他支援舰艇。相对来说，伊朗海军在军舰数量以及兵力方面是要超过以色列海军的。空军方面，以色列装备了580余架飞机，主力作战飞机包括 F-35I、F-16I、F-15， 另外还拥有预警机等战略武器。反观伊朗方面，目前拥有750余架飞机，主力作战飞机包括 F-14、米格29、幻象 F-1等，另外拥有 F-4、苏24等攻击机。虽然伊朗飞机数量更多一些，但很明显，以色列的飞机质量更高。毕竟，以色列拥有 F-35I、F-15等先进战机。在特种部队方面，以色列共有11支特种部队，包括总参侦察营、沙耶特13特种部队、空军沙尔格达部队、杜夫德万城市作战部队、奥克茨 K9 勇士队、艾格兹游击作战部队、亚哈洛姆工程作战部队。反观伊朗方面，由于外界对于伊朗特种部队的描述较少，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圣城旅等有消息表示，伊朗拥有4万特种部队士兵。显然，在兵力上，以色列不如伊朗，毕竟伊朗可是拥有8500万人口，而以色列就小得多了。不过，现代战争虽然离不开庞大的兵力，但足够先进的武器是完全可以缩小在兵力方面差距的。你们觉得呢？据中时新闻网7月27日报道，正值美国全面部署高超音速导弹之际，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进一步披露了鲸鲨新型多用途高超音速导弹的讯息。鲸鲨导弹于今年4月首度亮相，它以海中速度最快的鲨鱼命名，专为多任务能力而设计。其从初步设计到研制成功，花费了7年多的时间，目前已经在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克服了高超音速导弹因体积庞大难以安装在隐形战机内置弹舱中的问题。鲸鲨导弹长仅4米，直径0.33米，重量也才590公斤。与其他高超音速导弹相比，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完全称得上是同类型导弹中的迷你版本。
但其战斗性能并没有下降，最大速度也可超过5马赫。鲸鲨导弹已经在各种平台进行了外部运输测试，包括 F-15、F-16、F-22、F-35 等型号。其中 F-22 以及 F-35 部分型号已经在内部运输中进行了安装检查，而且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实际上鲸鲨导弹结构上的独特设计使其拥有极其强大的适配性，能够与美国大多数战机互相兼容。此外，如果能够给鲸鲨导弹搭配上特殊助推器，还可以从海军军舰的垂直发射管发射。所以综合来讲，鲸鲨导弹功能性强，适配性高，战斗性能也不差，未来可能会成为美国导弹库中分量相当重的成员之一。据中时新闻网7月27日报道，莱昂纳多公司正在对 M346 教练机进行一系列更新升级。有媒体称，此次升级计划或许与前段时间的事故有关。7月12日，波兰空军正在进行飞行排练，一辆 M346 教练机突发故障，最终坠毁在停机坪上。这次事故造成一名波兰飞行员阵亡。此后，波兰空军停飞了所有的 M346 教练机，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安全检查。其实，自2004年首飞以来 ，M346 教练机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服役，凭借着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以及多功能性，深受各国空军的喜爱。但此次事故让 M346 教练机的安全性能受到了严重质疑，因为这并非是 M346 教练机首次发生事故，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意外。鉴于接二连三的出现未知故障， M346 教练机被冠上了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的标签，相关订单受到巨大影响。为了维护国际市场，莱昂纳多公司准备对其进行维护升级。此次的升级内容主要包括2部分：一、更换老旧设备，对驾驶舱的触摸屏、导航仪、飞行管理系统以及敌我识别系统等老旧系统进行换新；二、新增设备，新增实境头盔显示器，并整合数位影像技术，可用于虚拟场景训练，提高训练效能。新增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同时安装最新资料链，可搭配运用空对空飞弹与空对地武器，大幅强化作战能力。目前已经有1架现有的 M346将于明年进行改装，并计划在2026年进行飞行测试。待测试稳定后，将会对现有的 M346机队进行整体升级。据战区7月26日报道，北约为更换日益老化的直升机机队，分别与空中巴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莱昂纳多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希望这3家公司能够在北约的下一代旋翼机计划中提供对应的研究协助。2020年11月，北约拥有将近1000架在役军用直升机，预计这些直升机最晚在2050年左右都需要换装。为此，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英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初步讨论，在考虑到未来需求后，决定共同签署 NGRC 计划意向书。根据这项协议，5个盟国制定了 NGRC 计划的雏形，以实现新型直升机从开发到实际换装的全过程。2022年6月，为了能够推动 NGRC 计划快速实施，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加拿大签署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新协议。各国将与优秀企业合作，探索如何将本身需求与市场上最新的技术相匹配，再结合到 NGRC 计划中，力争研发制造一个系统性的开放式整体架构。至此， NGRC 计划进入到概念阶段。北约通常将直升机分为3类，分别是轻型、中型和重型。在 NGRC 概念阶段的初期，将会侧重于中型多任务能力的直升机。同时，考虑到技术发展的速度以及未来需求，北约必须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于是，其开始借鉴优秀企业的先进技术或概念，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的 X2 复合推进器，莱昂纳多公司提出的轻转旋翼概念，以及空中客车公司将展示的基于其 Racer 高速直升机的概念。这些先进技术或概念能够给 NGRC 计划提供较多的发展方向，有望加速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整体计划进一步发展。但就目前而言，该计划仍需花费漫长的时间去逐步落地实施。预计 NGRC 计划中的第1架飞机将会在2035年后才能实现交付。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朝之间的合作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